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聊一聊，如果说我们的日本在留资格通过之后，或者说确定了要去日本之后，如何人不在日本就提前租好日本的房子？提前在日本租好房子有好有坏。好处就是我们到日本之后就能够第一时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，不用再去住宾馆，或者说拖着大的行李箱在街上到处走。而且如果说房子没有定下来的话，后面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没有办法去置办。一般日本找房最少要2周的时间，这就会让自己的移居的进度大大的减缓。当然它的坏处也很明显，因为没有办法亲自去看到这个房子，房子的期望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偏差。我自己是先租好房子的，主要是因为我咨询了之前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，他说其实在网上找房和自己去实地找房差别不大，日本的中介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靠谱的。其实自己去日本找的话，也不过是网上看看，顶多就是最后去确定了在实地去看，但这样的周期太长了，至少要2周的时间。我预定的机票到日本之后，距离语言学校开学只剩下5天的时间了，自己到日本之后再找时间太紧所以就决定了网上提前找好。日本的海外租房的话，有个很困难的点，就是很多房子它不支持海外审查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现在人不在日本当地的话，很多房东是不租的。日本的租房市场和中国是不一样的，中国的话就是有中介、有房东本人，当然还有二房东。日本的话，但凡能够找到的租房的渠道都是中介渠道，是没有房东直租的。通过中介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选择的范围比较大，看好一个中介的话，他就会给你介绍很多套房子，可以选择的空间也比较大，而且中介的价格也还是比较透明的，不会存在一些乱收费的一个情况。通过中介租房的一般流程是，我们先在网上看好房子，然后联系中介提供初审的资料，一般就是护照啦、在留卡啦这些，然后中介联系房东，劝一下租不租给外国人。如果说房东同意租给外国人的话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在国内的话，房东同意租，那就可以直接租下来了。但是日本的话还不行，我们还需要房屋担保公司。房屋担保公司的作用主要有2个，一个是担保，万一租客跑路了，担保公司会付房租给房东。第2个就是维护，比如说退租了之后，房屋是需要恢复原貌的，比如说房子的老化、设备的维修、深度的清洁、地板打蜡这些简单的维修都是担保公司在做。另外我们交房租也是直接交给担保公司的，租客和房东其实是没有直接发生关系的。所以说在日本租房一般会牵扯到4方，租客、房东、房屋中介和房屋担保。那下面我就正式和大家开始分享我租房的经历。如果说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也决定提前租房的话，可以把我今天的视频作为一个参考。如果说大家在网上搜索日本租房，第一个能找到的肯定就是苏某这个网站。苏某目前确实是日本市场最大的一家租房网站了。它的优势就是房源会非常非常的多，在日本的全国各地都会有它的一个房源，这些房源都是全国各地的中介公司发布的，所以说用苏某做一个初步的筛选是非常推荐的。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来看一下，我们点击我要租房，选择租赁物件，然后可以选择具体哪个地方哪个区域，然后可以根据条件进行筛选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租房的预算是多少，距离车站有多远，然后它的户型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是公寓还是一户建，建筑的年数，这些都是可以进行筛选的。筛选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点击详情去查看，这些其实都很简单。因为日语里面有大量的汉字，虽然不会日语，意思其实也能猜对个8、9不离十，或者大家就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把网页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。如果说我们看中了这一套，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咨询了。这里其实就是苏某相对于外国人不友好的地方了。上面有个在线咨询，但是回复效率很低，或者说干脆就没有回复，所以说不推荐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咨询电话，如果说我们会日语的话，可以直接去打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。但是在我实际拨打的时候发现，一直提示这个号码是空号。
我让在日本的朋友帮忙拨打，他那边是可以打通的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号码它是一个虚拟号码。如果说我们直接用中国的手机号码去打国际长途，是提示空号打不通的。一种是通过 Skype 拨打地区选择日本，然后直接去拨打这个电话，就是可以去打通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日语好的话就可以去进行咨询。还有一种方法的话，因为它这个里面有个店铺的名称，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去搜索这个店铺，用 Google 去搜索，然后在右边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店铺的真实的电话号码。这个电话号码的话，我们可以通过 Skype 去拨打，还是比较推荐的，费用也比较低。另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直接用中国的手机卡来去打国际长途。但是因为有的店铺的话，它可能没有开通国际长途的功能，所以说也还是会打不通的。我自己的话就是采用 Skype 这个方法，去找了一个会日语的朋友帮我们去打电话问这个房子。在咨询了差不多将近有10家中介机构之后，最后是只有2家可以接受外国人申请的，但是有1家是必须要人在日本才可以。最后的话只有1家是可以接受外国人申请，而且人不在日本也是可以来申请这个房子的。当然有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差，只找到了1家可以接受海外审查的中介机构。大家也可以在Sumo上面自己去联系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能够接受海外审查的中介机构。我自己找到这家房屋中介机构是 Home Metal， 我们可以直接到他们家的官网来看一下。这家的话也还算是比较大的，在全国各地都有线下的实体店铺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它的官网上面去找房子，还可以去在线的咨询。在官网首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日本地图，全国各地的房源都是有的。比如说我要住东京的房子，就点击东京，在这边可以筛选一下自己想要居住的区域，然后在左边可以进行一个条件的设定，这里和Sumo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左边筛选设定好之后，在右边就可以看到一个对应的房源。确定好一个房源之后，点击一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详情。详情这里的话，首先这边是它房屋的一个户型图，还有照片。在右边的话是可以看到房子的一个价格、租金、供应费，其实就相当于管理费。付金和礼金，付金的话其实就相当于国内的押金，礼金的话是日本社会特有的，就是你送给房东的见面礼，那个是退不了的。日本租房一般是付金1个月的房租，礼金1个月的房租。有的房子可能会没有礼金，但是基本上都会有付金。但如果说没有礼金也没有付金，那就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硬伤。然后就可以看到房子在几楼，面积是多少，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。再往下拉的话是家具的情况，一般日本的房子都是没有家具的，然后什么时候可以住？另外的话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要看一下它这个房子的构造。日本的房子一般都是木造、铁骨造，还有钢筋混凝土造。如果说比较注重隐私的话，建议去选择钢筋混凝土造。这样的房子的话，它的隔音会比较好一点，租金相对也会贵一点。木造和铁骨造的话，它的隔音会很差，但是它的优点的话就是便宜。选择完成之后的话，可以点击下面的通过邮件、电话或者说在线去进行一个咨询。咨询的话，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通过在线进行咨询，然后这边输一下自己的名字、邮箱，大家用 Gmail 就可以了。之后的话就会系统生成一个聊天的对话框，大家在这里和中介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。一般的话，中介会先问一下我们希望居住的地点在哪里居住，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，然后就会给我们推荐几个房子，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比和选择。如果说选中了之后，房东也同意租给外国人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准备海外审查的资料了。初期的资料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护照、在留卡、入学通知书、日本的电话号码，这个大家可以提前网上购买。日本的联系人，大家可以去填写学校的信息。如果说这些都准备好的话，中介会给我们发一个担保公司的海外审查的链接，让我们去填资料进行申请。一般提交完成申请资料2到3个工作日就会有结果。我这边是第一个担保机构是没有审查通过的，然后中介他又帮我换了第2个机构才通过了海外审查。通过了之后，中介会给我们发一个费用请求书，我们是需要提前缴费，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。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费用请求书。首先的话是礼金和付金各1个月的房租。
其次是2个月的房租，是10月5号居住的，所以说是按日计算的，11月是按整月计算的，是7万日元。另外的话就是2个月的一个物业费，10月也是按日计算的，11月是整月，每个月是4000日元。到了日本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绑定日本的银行账户，每个月去自动去扣房租。然后是担保公司的委托费是37000日元，算是半个月的房租吧。家财保险是18000日元，1/3个月的房租。最后是中介费是77000日元，一个月的房租多一点。如果说要使用停车场的话，就需要额外付费。我是留学生，没有资格去开汽车，所以说就没有这项费用。这些费用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是41万日元，相当于整整6个月的房租。所以说在日本的话，如果说要去换房的话，它的成本还是比较大的。付金、礼金、保险费、担保费，换一次房子其实就要多付4个月的房租作为额外的费用。如果说确认没有问题的话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海外打款了。我这边的话是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进行海外汇款的，是汇款到中介机构提供的一个对公的银行账户里面。汇款的理由就填写海外留学生活费就可以了。提交汇款申请之后，国内银行也没有打电话过来核实情况，就是直接汇款通过了。大概3个工作日，日本那边收到了汇款，中介通知我说会有一个5000日元的海外汇款费，这个费用的话是需要我自己承担的。所以说到了日本之后，又给中介付了5000日元的海外收款费。然后就差最后一步了，就是签合同、拿钥匙。到了日本之后，带上自己的在留卡、自己的印章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大家来日本之前一定要刻一个自己的姓名章，中文名字就可以了。淘宝上有很多商家在做。最后的话，我们到中介去签这个租赁的合同。签租赁合同的时候，会有他们的一个经理拿着租赁合同，然后就这个租赁合同，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给我听。虽然说日语的话一句不会，但是合同上面的日文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汉字的，再加上经理的一些表情啦、动作啦，基本上也能听懂个60%-70%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可以用翻译软件和对方沟通。确认完没有问题之后，就是签合同。我刚来日本的时候还没有银行账户，但是之前我的房租交到了11月底，所以说我只需要在11月底之前把银行账户办好，然后给到中介这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房租会每个月自动的从银行账户里面去扣。每个月交房租之前，担保公司也会给我们发一个缴费单。签完合同的当天，我就可以直接拿到钥匙了。中介小哥还很贴心的帮我把行李搬到车上，然后开车送了我一程。打开房门的第一个反应是，并没有失望。网上租到的房子甚至还有点超出预期，这个也算是一种幸运吧。到了之后发现房子真的和网上传言的一样，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这边的中介还是比较好的，提前1天帮我开通了水电，所以说来了之后至少有水有电可以用。但是家里还是一盏灯都没有的，只有厨房和一个微弱的照明灯。接下来的话算是进入日本新手村啦。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在日本租房的一些经历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。如果说大家有其他的问题，或者说有更好分享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分享。